1米多的菜树竟然超级鲜嫩。潮汕人夏季酷爱的不是米的米，又是什么？看老广顺应天时，按季节选择食材的智慧。不时不食，吃当季食物，既能确保新鲜，也最护益身体。广东人讲究实食，耕作者们更是保留传统，保留对节气的尊重。对他们来说，时令从来不是随手翻去的日历，而是水稻的生长，食材的挖取，腌菜的晾晒。千百年后的今天，他们按照大自然拟好的菜谱，依时种养，顺序收获。大佬，今日真係要2300啦！我付啦。今天天冷，但兄弟俩心里高兴，因为天越冷，菜心越甜，越好卖。個菜割一啲心腸啊，有花㗎。如果過咗時就爛喺地嗰度就白做㗎。冬至過後，增城小樓鎮的夏西彩兄弟俩，每天凌晨5點準時到達這片菜地，因為要保證送出去的吃菜心是新鮮的。今日割咗2000斤啊！2000斤啊！哦。有了展銷的盼頭，大家幹勁十足。弟弟心疼哥哥，繼續留在了菜地裡，配送的活兒就由哥哥去跑了。兄弟俩種的這種菜心，深冬才上市，比一般菜心要遲，所以稱為遲菜心。但看着老七的大個子，味道很是清甜，是老廣們冬天最中意的時令菜之一。弟弟迎来了一天中最休閒的時間，村民們在大排檔吃着剛割下來的遲菜心，是冬至村口最常見的風景。本地人最钟爱的家常做法，当属盐焗菜心。取整条菜心，着熟即起，就为这口原味儿。看着家乡吃菜心的名声越来越大，老夏放弃了经营多年的茶叶生意，和弟弟承包了10亩地种植吃菜心。係咯，今年啲菜好大棵啊！係喎，棵棵都有1米到啊！小樓嘅地理位置咧喺北迴歸線上，晝夜嘅溫差咧就比較大，所以種出嚟嘅菜心咧比較甜，比較腍。好甜啊！喂，
買得咁快，好，真係好啦。哦，咁聽日繼續送出去啊！今天的菜心比昨天多賣了1000斤，這讓哥哥很意外。兄弟倆半年的辛勞，在1月份獲得了回報。生意好啊？都很過億啊！那啲煎片賣就幾錢？啲隻就賣到8出8門啊，啲隻咧就要808。價格飛漲的秘密和這條2008年修建的綠道有關。外地遊客蜂擁而至，好口味讓普通農產品變身為高附加值的旅遊產品。風險都仲好大㗎，因為而家一回暖天嘅時候，天氣一熱嗰時候咧，佢啲菜心飆得特別快，個產量特別高嘅，咁跟住造成嗰個滯銷啊。菜心金貴，菜葉兒也自有用處。趁着好容易有個晴天，老夏趕緊叫鄰居幫忙，做起了本地特有的醃菜、刷菜。哦，係。菜心小炒、菜頭蒸肉、菜乾做湯，務實的廣東人總能讓身邊的食材在最適合的時候，以最適合的方式物盡其用。木棉花開無冷日。作為廣州市花，老廣們知道，木棉花開，春天來臨，飲食上應該以祛濕健脾、溫補為主了。廣東的春天多雨，人體濕氣過重，容易犯困。已經退休的何俏嫻覺得適度參加運動是除困的方法之一。另外還有一個祛濕除困的法子，卻是和木棉花有關了。濕熱的廣東，也盛產治濕熱的食材。枝頭的簇簇木棉，用來煮粥、煲湯、泡茶，有着清熱利濕的奇效。嫻姨偏愛煲湯，她要找的和木棉花匹配的湯料是什麼呢？你好啊，老闆，想買啲去濕嘅料喎，有冇啊？有啊，都有啊。淮山啊，薏米啊，都有嚇，茯苓啊都有係嘛？在外地人看來，老廣們個個身懷煲湯養生的秘籍。點啊？你買啲咩啊？呢排咧空氣唔好咧，有冇霸王花？有啊。煲豬肺得唔得？得 ，OK，得霸王花、南北行、陳皮咁咯。哦，呢排咧我啊，菜市場上的湯料檔口，隨着時節的變換，主角依次登場。不同的湯，就是不同的節氣之藥。嫻姨撿拾的木棉怎麼祛濕？秘密同樣在湯水裏。而家春天啊，廣州咧就係咁樣噶啦，潮濕天氣，想瞓覺啦，又攰啦，所以咧就要煲啲木棉花湯咯，俾啲鹽水浸下。白芍、茯苓、赤小豆、扁豆
白术是祛湿汤的最佳搭档。咸宜遵循着每人1朵花的食料用量，虽然不确定女儿中午是否回家吃饭，但咸宜还是放了3朵。翻嚟啦！哦，翻嚟啦，有湯飲啊！哇，正咩湯啊？睇下。木棉花湯。正，快啲整碗嚟。哦，好啊。你今晚去完深圳翻嚟都可以再飲㗎。正啊！你留翻碗俾我啊。係啊係啊。老廣會隨着季節的轉換來煲各種老火靓湯，湯品剁手一般非老媽莫屬，廣州人稱之為媽子靓湯。新鮮的木棉花不易保存，食用不當反而會成為濕毒的根源。哇！你睇下幾好。係啊，呢啲好甜嘅。紅色嗰啲咧就正式紅棉咯。好多人執喺公園裏邊，廣州人都知道呢啲係寶嚟㗎嘛。喂，媽咪，你喺嗰度馬路邊執，你要小心啲喎，注意車喎。公園就 OK 嚇，注意下。知啦，我會小心㗎啦。我要曬幾耐啊？回南天啊，好難曬得乾㗎，要慢慢曬咯，可能要曬1個月吧。哇！啲花好靚啊，成串咁樣，係嘛？梗係，誒。不過我手上啲花粉都唔好嘥喎，俾你做個美容好唔好啊？哇！有冇搞錯啊？咁我又有啫。純天然啊，我夠有啦。木棉花晾曬風乾之後，春季搭配扁豆、薏米、淮山，保健腸胃；夏季加金銀花和菊花煲水喝，又可解暑。春食花，秋食菌。老廣州人中意用木棉花、霸王花煲湯，詩意的花卉也容納在了老廣的食譜裡。廣東人既致力食材的節令，也致力食材的豐盛。湛江徐聞，中國大陸最南端的濕熱海風丘陵紅土地，催生了全國1/3的菠蘿產量。本地人吳建蓮做了幾十年的菠蘿種植銷售，熟人都叫她菠蘿姐。春末夏初，正值收成衝刺，她要到地裡去幫忙。咩麼？咩麼？咩要乜不管？我哋小寶麼了？啊？等一個。菠蘿地1畝有近4000株種苗，從開花到果實成熟，一般需要4到6個月。今年的收成還算不錯，不過去年一場大颱風，讓菠蘿姐幾十年的積蓄化為烏有。而家一陣太橫嘅話，依家我咪知。你講真你啊？肯定睇到。生活總要繼續，在菠蘿姐看來，家鄉的菠蘿就是最美味的。哪怕預定的價格下跌，她也寧願繼續運到北方市場虧本，也不願意讓農民看着菠蘿爛在地裡。雖說從小吃菠蘿長大，但菠蘿姐每次勞作之後，還依然會削上幾個脆口多汁的菠蘿，清熱解暑，以抵禦大片菠蘿地吹來的海洋混合火山石紅土地的熱帶氣息。就現在最好吃的時候，3、4、5月份，現在是最甜，又香又甜，聞到都想吃，看到也想吃。好甜哦！我每一天都要10幾個。1個小時後，這些還夾雜着果農們汗水的菠蘿將運輸到他去年籌建的交易市場。我要菠蘿7條啊！每天來自天南海北的近1000台車，高峰期能有1、2千噸的交易量。因為車輛不會再開到菠蘿地裡收購，鄉間道上
恢复了难得的宁静。忙碌了一天的菠萝姐，今天要到姐姐家里聚聚。45岁的菠萝姐有2儿2女，3个孩子大学毕业后各奔前程，最小的儿子留在了身边。只要儿子回来，菠萝姐都会尽量亲自下厨。今天，当季的菠萝毫无意外地成为和任何肉类搭配的主角。家常的罗非小火煎到焦黄，酸甜的菠萝汁液即刻让其貌不扬的淡水鱼艳丽起来。鱼的土腥气反而泛着丝丝奶甜味儿，散发出的浓香让整个农家小院儿顿时充满了饥饿感。专注于烹饪的菠萝姐也抛开生意，难得放松下来。菠萝大肠、菠萝蛤蜊汤。菠萝的酸甜爽口，加上消食止泻的功能，成为湛江人春夏之交入菜的时佳果。媽都有見啊，就呢片啊？哦，哎呀，這啲菠蘿糊，因為攞嚟嘛。海边的夜晚来得特别早，6点刚过就得摸黑吃饭了。民国时期在徐闻引种的菠萝，成就了一道很多老外熟悉的广东名菜——菠萝咕噜肉。五花肉炸至酥脆，配上含有酵类的菠萝，健脾胃、助消化。在亚热带，遍地的水果成为食材原料，菠萝也有了水果和菜的双重身份。告别了菠萝的收获，短暂的春季之后，广东迎来的是全年最长的雨季，龙舟水来了。端午前夕，龙舟教练叶纵明正指挥将埋在河床里近1年的龙舟捞上来。按广东习俗，龙舟将在赛后藏在河泥里保养，赛前再重见天日。42米的龙舟，经过清淤、修补、上漆之后，将完成竞速。今天，叶纵明和慕名前来做夏令营体验的美国老师谈完合作，就得带龙舟队去顺德游龙河练。妻子杨秋明则早早地备好了龙舟饭的材料。这个菜呢可以去水气，去湿的。在要求顶饱和去湿气的主要原则下，龙舟丁一直是龙舟饭的主角。主料肥肉丁炸出荤油，搭配蔬菜翻炒，和着脂肪溶解的浓香，素菜像从地里摘下般清脆欲滴，鲜而不寡。5岁的永彤不喜欢爸爸划龙舟，因为一到端午时节就少了很多陪伴。如果真係要加入酒精先可以練到咁喎。
舵手们怀着敬意完成拜神祈福，80个汉子将开始第1次合练。广东人把划龙舟叫扒龙船，扒的力道和节奏决定着速度。有80人，80个桨划下去要整齐、统一，船头才可以跑得快。今天第1天合练，还没有达到往年的水平吧。农历5月初1是正式比赛的日子，天刚亮，叶宗明就开始忙活了。佛山各村龙舟饭和龙舟赛的准备几乎同时进行。村民中的烹饪高手被选作主厨，虽是流水席，但依然遵循本地菜讲究的和食。夏秋菜式以消暑驱热为主，因为食材本身鲜美，烹饪中极少有浓烈刺激的调味，火候也掌握得恰到好处。经典粤菜豉油鸡，在秘制的米酒和酱油中浸泡后，皮滑肉嫩，略带有豉油香。五杯鸭、生菜冬菇、清蒸河鲜，保留了顺德菜的干香爽滑，也很受欢迎。清末明初，端午节的珠江水域就开始了龙舟赛。今天，30支广佛龙舟强队同将竞渡。2选1的淘汰制 PK 后，叶纵明所在的队伍成为赛道上最快的龙舟。这也让队员们消耗了大量的体力。食龍舟飯咧，就從清末民初已經係。我哋一直都維持呢個傳統習慣。食出真味是佛山人的饮食精髓。再多的食料，为了香火，也会在当天采购。海鲜更是提前2小时运到，上菜前20分钟起蒸。村宴主要招呼父老乡亲，最讲究地道。本地生长的食材，即使简单，有粗料精致的用心，一样美味。烧猪是龙舟赛前8名必备的传统奖品。讲意头的广东人，往往会在村宴后镜头烧猪带回家，希望儿女像龙一样威猛矫健。河流纵横的珠三角，端午节从来少不了热气腾腾的龙舟赛和龙舟饭。各村菜式不同，但热闹一致。看着散去的队员们的背影，叶纵明知道，下次的聚会又在1年之后了。桑基鱼塘是顺德人的粮仓，而海洋则是潮汕人的粮仓。在潮汕有一种被称之为米的美食，它同样源自于泥土，但却不在陆地上。它们到底潜藏在哪里呢？
渔民阿壮每天早上7点多从家里出发，出海去捕捞这种潮汕特有的米。它是生长在泥巴上面。原来，这种米是学名叫巡视短齿蛤的贝壳，脱壳后俗称薄壳米。薄壳米肉质鲜美，是大自然赐予潮汕的美味。潮汕渔民大多从凌晨3点开始捕捞，到上午已经是进入了冲刺时刻。阿壮在船上已经待了4个多小时。下海的渔民不带任何护具，有的甚至已经在3、4米深的海底来回了100多趟。这样捕捞的日子会在海上持续3个月。薄壳壳内长就一条连线到体外，像潮汕人爱抱团一样，几10个薄壳卷连在一起，取得养分，抵挡风浪。捞起来后，渔民会在海里及时清洗，以让薄壳脱泥带水。今年64岁的大澳村渔民郑晨鹏下海捞薄壳40多年了，靠捞薄壳养育了1双儿女。家里人常劝他别再上船，但一到夏季，老郑还是忍不住赚上1天200块的辛苦钱。但常年下海的渔民都患有风湿，听力和视力严重受损。台风威马逊带来了雨水，采捞只能临时终止。每一天都要出海，除非呢12级台风赶时间把它收起来，装在口袋里才是钱。渔民平时一次出海能采捞3、4千斤。回到码头，阿壮赶紧挑选最新鲜的薄壳。差唔多隻斤啊，呢個差唔多隻斤。唔會病啊，所以點都要知，所以我殺曬嗰啲細路唔會病，跟住偷往天啊。搞呢做咩用錢啊？就用隻一趟嚟租隻2隻趟50斤，是當嗰啲個流能金箔嘅，冇貴價，所以直趟50斤嘅。几个小时之后，阿壮会把他买的薄壳全部加工成薄壳米。阿壮把薄壳脱壳成米，沿用的是祖先流传100年的传统加工方式。整个潮汕地区，只有澄海盐红有这种传统。他的餐厅是用竹制曲尺形的工具薄壳搅，通过搅拌让薄壳脱落去丝。去掉足丝的薄壳放进开水里，薄壳米脱壳浮在水面，薄壳沉到锅底。用什么样的火候煮薄壳，阿壮自有秘诀。就是阴阳滑，这边是会开的，那边就不会开。一搅拌它就肉跟壳自动分离。阿壮烧灶用的是荔枝木，烧起来有荔枝的果香。薄壳米煮得好不好，关键是火力大小的掌握。打完薄壳米的空壳仍残存一些肉末，阿壮便叫了儿子和侄子一起拿去喂鸡。薄壳米鸡只是副产品，刚出炉的薄壳米最为好吃。阿壮和妻子拿了一些回家给母亲做新鲜的薄壳果。女人们聚集在一起，把南瓜打碎，加入面粉捏成面团，把用薄壳米调好的馅料裹进去。
火蒸上10分钟，晶莹剔透的薄壳果就新鲜出炉了。说起薄壳最正宗的吃法，潮汕人最喜欢配上蒜粒、金不换，急火猛炒。金不换学名9层塔，又名罗勒，是西式菜肴中用的最广的香草。急火猛攻下的薄壳出锅了，最高的境界是薄壳米熟了，但还没脱壳，口感鲜嫩，汁液饱满。金不换炒薄壳是阿壮的餐厅最出名的招牌菜。2少年，2少年嘛来你要食我讲，我开了2整车来了。今天是阿叔的生日，全家人不怕路远，专程开车来阿壮的餐厅，让老爷子吃个高兴。潮汕人对这又便宜又美味的薄壳爱到了可以1日3餐当饭吃的地步，所以当地人把薄壳叫做不是米的米。第2天天还没亮，阿壮又去海里捞米了。广东人的不时不食，不仅依赖水土的馈赠，更依靠自己的智慧创造。秋风起，食腊味是老广们耳熟能详的口头禅。不管是喜欢传统风味的老食客，还是喜欢尝个鲜的新人类，都能在品种丰富的腊味世界中得到满足。腊味最经典的吃法就是广式腊味饭。被包得晶莹剔透的油脂层层渗透到饱满的米粒中，咬一口，浓郁的肉汁在嘴里热腾腾地爆开，香味扑鼻。而广式腊味中最出名的当属腊肠。一到10月，吕春婵都要和父亲一起到菜市场精挑细选制作腊肠的原料。前仔唔要啊，要烤腿啊！呢啲前仔唔要。係啊，夠啦冇啦攞落去就黏黏稠稠咁樣係最好啊！你咁識睇嘅啊？唔係叻啊！东莞市高埠镇矮仔祥腊肠的第4代传人吕趁婵，中山大学外语系硕士研究生毕业。刚毕业的时候，和人合伙开了一家快递公司，年收入200多万。但是因为父亲的身体状况，2007年，吕趁婵选择接手家族的腊肠生意。開始都有啲無奈，有啲猶豫嘅。咁後嚟越做開呢份工作咧，就發覺嗰個興趣係非常之大。3-4個鐘之內做完就最好噶啦，盡快入爐。吕趁婵尊重古法，通過清朝的《美味求真》一書，他知道古人在做臘味時會加入少許陳皮。他覺得食材的搭配試驗是讓食物充滿奧妙的保障，而美味的背後需要的正是時間。最後決定是用15年的陳皮，結果做出來的香味非常濃。肉按照肥瘦比例混合，加入精選的陳皮、汾酒和醬油，充分攪拌，再灌入腸衣，就是臘腸的雛形了。這個程序是扎針，然後方便在整個晾曬的過程中透氣和排風。因為我哋係矮仔腸以短小粗壯而出名嘅，咁我哋就將佢綁成大概係4-5公分一節。我哋用100斤嘅豬肉，咁最後做翻出嚟咧，只有60幾嘅臘腸嘅啫。廣式臘腸俗稱風腸，因其製作講求風熱而得名。做好的腸子
要先烤上2天，烘干其30%的水分。这属于规模生产，如何在标准化下不丧失傳統風味，是呂春婵所重視的。做臘腸前面嘅60個鐘係至關重要。呢啲臘腸入咗爐有6、7個鐘㗎啦，依家需要轉腸，由尾嘅掉翻頭嘅。做臘腸的調料中，最重要當屬醬油。呂春婵聽說，增城有家手工醬油廠，光晾曬就超過半年，能激發臘腸的鮮味兒。他便登門拜訪。這個已經曬足了180天了。如果現在出的話是頭抽的，那你試一下這個產品的味道吧。好。很濃的吃香味。氨基酸肽氮值大概有多少？有1.0以上。每次有了新產品，呂春婵總要請一些朋友過來試吃，希望大家的熱愛和挑剔能對產品改良帶來幫助。咁大粒㗎，放喺個轉頭，俾佢一爆嘅時候揀過咧，使個口腔啊、齒頰啊、味蕾都受到飽和嘅刺激，呢個先至食臘腸嘅嗰個主角境界。爆嘅感覺。傳統美味的背後，既考驗天賦，也檢驗耐性。呂春婵希望此生把做好吃的廣式臘腸這一件事做到極致。矮仔祥傳承到我這裡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，我正在努力讓世界上更多的人品嘗到這種既傳統又美味的食品。立冬了，廣東謹防中暑，這樣的天氣不僅讓本地人莫廣昌迷糊，讓他養殖的蛇也迷糊了。本來這個時候是蛇兒們冬眠，也是廣東人開始吃蛇的時節。廣東雨水充沛，適合蛇類養殖，而濕熱的天氣吃蛇肉正好可以祛風邪、舒筋骨，尤其適合秋冬季。加上入冬前蛇為冬眠儲存的能量，是一年中最肥美營養的時候。雖然幹了一輩子礦工，退休後才開始創業，但自配中藥等絕招，讓莫廣昌養的蛇很受歡迎。我這個是中藥，那防止它那個消化不良的。蛇在莫廣昌的眼中，主要分為2大類，一類是毒蛇，另一類則是菜蛇。菜蛇中的水綠蛇人氣很高。蛇是一夫多妻制，一般1公配3母。2條線、3條線，有5條線，這個是應該是公的吧？莫廣昌趁下午的空閒，殺幾條蛇給伙計們吃。一般他最擅長做椒鹽蛇塊，殺蛇、剝皮、斬斷。先用小火將蛇中段煎至煎黃，蓋上燜熟。最後乾煸下椒鹽和蔥調味兒。燜後嚼勁剛好，外焦裡嫩的口感，更是很多老廣們迷戀它的直接原因。蛇只吃新鮮的食材。剛到的小雞苗必須馬上保鮮處理，今晚又是個不眠夜。莫廣昌照例在家招待辛苦了一夜的伙計。剛做好的蛇塊皮肉緊緊貼合，撕下一塊入口便停不下來，堪稱人間美味。係啊，肥仔都買好多賴。回尾佢關門啦。
今天，莫广昌的客户准备来收购这一批养了3年的眼镜蛇。抓蛇全靠手头功夫，半个小时，500多斤眼镜蛇被熟练地装进袋中。过不了半天，这些眼镜蛇就会出现在珠三角的餐厅中。时在广州，厨出凤城。大厨陈用英和其他本地厨师一样，10多岁进厨房学徒，25年的经验使他处理起这些活物十分的熟练。火锅是要求去蛇皮和鳍骨的技术活，下刀快而准，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将蛇骨肉分开。刚处理完的蛇片端上來後，肌肉還會抽動。哇，正啊！嗱，粥底火鍋咧就係我哋順德菜嘅一大特色。嚟啦，起筷！好。水蛇粥底加入土榨花生油、麻油和陳皮，不粘鍋又可調味。吃之前敷以檸檬葉絲、菊花瓣入口，濃郁的湯品升起清新的味道，活血補氣、溫潤肚腸，是冬天最親民的蛇宴。我哋老廣食蛇咧，其實就分成2派嘅。除咗呢個蛇片打邊爐之外咧，就最正宗咧就係呢個泰式蛇羹。其實蛇羹發展到現在，步驟已經簡化，吃蛇這種極富廣東特色的飲食文化，也隨着秋冬的縮短而減少。但吃蛇已是不可磨滅的老廣敢吃的標誌。不論是食在當季回歸食物的原初滋味，還是依隨節氣按傳統加工主食，4令8節不時不食，是人順應天時季節選擇食材的科學。如今，反季節食物隨處可見，我們想什麼時候吃就什麼時候吃，手到擒來，隨心所欲。可尊重時令，就近在本土選擇食物，依然是老廣的飲食哲學。也許按規律行事，按規矩做人，不逾越，不放肆，更是老廣不時不食所傳遞的精髓。精挑細選，究竟什麼是原汁原味？吃得好就像親吻大海那種感覺。精準烹飪，食材背後隱藏着什麼樣的美食密碼？出面好多蝦咧唔掹蝦腸嘅，嗰啲蝦腸咧係透明嘅色。精通18般手藝，潮汕人為何偏偏對生醃情有獨鍾？啊，太香了，醃料的香味。用心吃好每一頓飯。歡迎收看下集《老廣的味道之精》。